为什么他总在送吃的？用心理学拆解诚意一个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。有句话我自己琢磨了很久，你有意识做的事会骗人，可你下意识做的事骗不了人。这不是什么名人名言啊，就是我自己这些年看下来的一点感受。今天这期我不磕糖啊，说真的，我本来也想磕来着，但后来越想越觉得，如果只是磕糖，那太浪费了。因为诚意身上有几个小动作，你要是拿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去拆，它其实能讲出一整套东西来。各位，今天咱们慢慢聊哈。我今天状态有点静，不想吵吵闹闹的说，就想安安静静的把这个事儿捋清楚。好，那我先说清楚我要干嘛。我要做的是把诚意那些来不及演的瞬间，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。第一层是你都看得到的，第二层是媒体一般不会跟你讲的，第三层是我觉得真正的关键，最后一层，咱们聊聊这一切到底说明什么。行，进第一层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？诚意这个人总在送吃的。我说的不是某一次啊，是很多次，跨了很多年，对着很多不同的人。老粉应该记得，早些年就有过他上学时候给人带早饭的说法。后来进了圈，跟前辈张智霖、袁咏仪合作，镜头里镜头外也总有他张罗吃的画面。再到面对粉丝，见面会也好，活动也好，他惦记的还是你们吃了没。这个事儿，如果你用心理学里那套爱的5种语言去看，一下子就通了。这个理论说，人表达在乎的方式其实分几种，有人靠说，有人靠陪，有人靠送礼物，有人靠肢体接触，还有一种叫 acts of service， 服务型的，就是我实实在在为你做点什么。而送吃的几乎是 acts of service 里最朴素、最不做作的一种。为什么说它不做作？你想想看啊，送吃的这个动作，它不上镜，不高级，不显得你多有情调，它甚至有点土。一个想立体贴人设的人，不会 first choice 选这个，他会选更有画面感的方式。可诚意偏偏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做这件最不起眼的事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自己刚开始追他的时候，其实没太在意这些。我那会儿关注的都是他的戏，他的打戏，他的眼神。这些细节是后来慢慢回看才发现的。不瞒你说，我一开始也觉得，不就是送个饭吗？能有多大讲究？后来我才明白，重点不在送饭，在一直。好，第二层，这一层就有意思了。咱们说一个动作，掀门帘，就是有那么一个画面，他跟前辈一起走，前面有个门帘，他很自然地伸手把帘子掀起来，按住，让长辈先过。这个动作快到什么程度呢？快到他根本来不及想。我先说清楚啊，我没法给你一个精确的描述，也别去纠结几秒几秒，那不重要。重要的是那个来不及，而这个来不及想才是全部的关键。行为科学里有个大致的说法，一个动作如果快到几乎没经过你的理性判断，那它基本就是纯反射的。翻译成人话就是你演不出来。你要演一个体贴的动作，你得先看到情况，判断，决定怎么做，再做出来。这一套走下来是需要时间的，而且脸上多少会有那种我在做给人看的痕迹。可反射动作没有这个痕迹，它是身体替你做的决定。说白了，一个人刻意做的体贴是他想成为的样子，而一个人下意识做的体贴是他已经是的样子。掀门帘这个几乎不假思索的动作，泄露的就是后者。这一层为什么媒体不太讲？因为它不够爆，它没有 CP 感，没有冲突，不上热搜。可恰恰是这种没人报道的细节最诚实。来，第三层。这一层我想说的，其实已经不只是诚意一个人了，是一整套华语圈的行业文化。你注意过没有，他跟袁咏仪这样的前辈一起走的时候，他的位置常常是在后面半步。开门，他先开；走路，他让长辈先。这里我得插一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个动作的分量。华语娱乐圈，尤其是有港圈，有老一辈艺人在的场合，是很讲长幼和尊师的。
谁先走，谁坐哪，谁替谁拿东西，这些身体上的小分寸，行内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不是规矩逼你的，规矩逼出来的会很僵硬。真正得体的是那种自然而然，身体自己就知道该怎么站的分寸感。说到这个，我得补一句，这种身体礼仪，英文里有个说法叫 micro etiquette， 微礼仪。它厉害就厉害在，它是装不出来的。你可以在一个重要场合装得很规矩，但你没法在几百个不重要的、没镜头的场合都装。所以你看，走在半步之后这个事儿，它不是卑微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一个人非常稳的自我定位。我知道我是谁，我知道对面是前辈，我给出恰如其分的尊重，不多不少。这种分寸感是真的需要教养打底的。这一步是长远的布局。一个新人也好，一个当红的人也好，能把尊重前辈做成身体本能，而不是策略，他在这个圈子里走的路会稳很多。这是高手的从容。好，4层包完了，咱们退一步，把它们放一块看。送吃的，掀门帘，走在半步之后，这3件事表面上八竿子打不着，对吧？一个是关于食物，一个是关于礼貌，一个是关于位置，可它们底下其实是同一个词，一致性 consistency。 我跟你讲，一个人偶尔体贴不难。人在状态好的时候，有镜头的时候，想给谁留好印象的时候，谁都能体贴那么一下。难的是什么？难的是跨越很多年，面对很多不同的人，在没人看的时候，在来不及思考的一瞬间，你还是同一个反应。这个才是心理学真正在乎的东西。因为一致的行为模式指向的是稳定的人格，不是他想让你以为他是个什么人，而是他就是个什么人。这块儿我得诚实一句，我的视角是有限的，我看到的也都是公开的片段，我没法钻进人家脑子里去。所以我说的这些是分析，是推测，不是定论。如果说得过了，你评论区尽管指正我，但我倾向于这个判断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有偏爱，我不否认。可我追他，真不是因为盲目，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些别人容易划走的东西，然后我用我知道的这点心理学去验证了他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，懂他的人自然会懂。回到开头那句话，你有意识做的事会骗人，你下意识做的事骗不了人。程毅那些不经意的小动作，就是他没打算给谁看，却最诚实的那部分自己。下次你再刷到他哪个不经意的小动作，不妨多看2秒，你可能会看到比糖更值得看的东西。